昨天我和大胖媳妇去给翟耀达开了一个家长会，我非常的震惊。翟耀达去的吧是一个国际学校，因为他前年刚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汉语特别不好，老师讲课他是肯定听不懂的。我怕他学习上啊、交友上啊太困难，我就一咬牙一狠心给他送去了国际学校。我寻思学校学费那么老贵，一定是有一些让我折服的地方。然后今天我去了。我的确很折服。到了学校，我其实心里已经准备好接受老师谈话，挨点批评啥的。我们呢就来到了数学区，桌上有个大板儿，板儿上有4个数字：5、33、49、91。请你回答这4个数字中哪个数字和别的不一样？我就想哈，如果是张大铁幼儿园小班这道题，那大概率是5。但是翟耀达是小学2年级，鸡兔同笼的年龄，所以那5它肯定是一个诱惑性的陷阱性答案。然后我就开始在那儿什么奇数、偶数、质数、合数各种角度搁那想到底是哪个。然后老师就来了 ，Tell me 翟耀达，哦，告诉老师你的答案。翟耀达说5啊，我心想完了，陷阱答案。Amazing, that's amazing. 哦，那么请你现在告诉老师为什么是5？翟耀达说，因为5就一个数 Yeah, 别的都是2个数。Amazing, that is brilliant. 我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伟大的观察。2年级了，朋友们，2年级了，这个观察，咱说真的堪称伟大吗？我相信张大铁肯定能答出来，我甚至相信俺家的狗，它喝2片脑白金，它也能答出来。然后翟耀达说，你要是让我说，其实每一个数字都可以是答案，它都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33，它就是唯一一个2个数字一样的。老师 ，That is amazing, good answer. 我爱你的逻辑思维，我爱死了你的智慧，我爱死了你那独特的表达。Who said 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 ？Who? You are a 可爱的、独立的、amazing 的思考者。OK？ 哦，现在你应该原地为你自己感到自豪。Are you 自豪了？因为我自豪了，我自豪了。我震惊了，我不适应。但是大胖媳妇就说，这样是对的，要鼓励孩子的这个想象力，让他有信心，让他有自信。你就是没有那个耐心，你不信，你用这种方式你试试，一定会激发孩子最大潜能。我说我不是不愿意尝试，但是咱俩打个赌，我不觉得咱家张大铁老干部会无比青睐这个 amazing 的教育方式。那为了孩子更好成长，我也愿意尝试一下这种就是在我眼中看似有点太夸张的鼓励型教育。我也要回家 amazing 张大铁。当妈真不容易，我也得给自己准备一份节日礼物。SK2 限定魔方礼盒，翻转设计每一面都很好看。神仙水也是老朋友了，稳住我的肌肤状态，每天早晚拍一拍，赶走熬夜陪孩子的暗沉和皱纹。当妈的每一面我都要美。Amazing, I love the way you think. Amazing, you did a wonderful job. Amazing, you are amazing. You did amazing. Amazing. 别上我让人卖去。大铁，你在拉臭臭吗 ？Amazing， 我爱你拉屎的节奏，我爱你拉屎的味道，你闻见这个屋的味道了吗？没有。这全都是因为你，我爱你拉屎的氛围。Amazing。我打个板，啥玩意儿？哇，真的 amazing！ 你有精怪啊？你是孙悟空啊？你还知道孙悟空打白骨精呢？孙悟空老厉害，孙悟空拿金箍棒打白骨精、狐狸精，啪啪啪啪。我也打孙悟空打白骨精，打狐狸精。对，我打我这婆婆温迪自从来到中国就跟我说，从现在开始我给你带孩子，人这孩子带的绝了。翟耀达晚上看动画片不放下，大胖媳妇说，妈，你去滚下去。温迪就去管翟耀达，结果自己也看进去了。大胖媳妇喊，到点了，10分钟之内必须进被窝。翟耀达说，奶奶怎么办？奶奶说什么怎么办？被窝里又不是没有 WiFi。晚上熄灯了，大胖媳妇跑到翟耀达那屋一看，被鼓个大包。大胖媳妇非常生气，把被咔家一掀，你这个小妈，然后呢，就中国老人比较担心、比较焦虑的事儿，他也听不懂，还老帮倒忙。拿铁睡觉的时候吧，老爱吃手。我爸呢，就拿个榨汁机把苦瓜搅成汁儿，苦的嘛，涂到拿铁手上。温迪根本没懂我爸的目的，就说榨汁这个活，哥哥我也可以，放着我来。然后晚上给拿铁榨的是芒果汁儿，拿铁本来是这样的，现在是这样的。我爸都懵了，就这么大点孩子，这么爱吃苦呢？然后晚上偷摸过来稽查拿铁好几回，温迪就不理解，你干啥呢？人孩子都睡觉了。我爸说，我来稽查是因为他有这个恶习，他这个恶习必须改。温迪说什么恶习呀？我爸说吃手啊，温迪说，哎呀妈，我寻思多大事儿呢？他不就吃手吗？你不是吃蚊香呢？你不是吃蚊香呢？这还稽查人家呀？我爸说，那孩子第2天手啊都泡出褶子来了，那不行。温迪说，哎妈呀！你们东北老头一去澡堂一泡2、3个小时，出来那家脚丫都是棱子，铺地上都能减速带，你那个人家有褶子。哥哥你要放松，小孩睡觉非醒勿扰，小孩吃饭非饿不长，你若心大，各自安好。
出去吃饭那更有意思。拿铁不是哄睡觉费劲吗？我这边拿手机放音乐放催眠曲，手机都快烧着了，人搁那叨叨咕咕就不睡。温迪说，那就不要逼他睡了，起来嗨，走一起去烧烤店嗨。温迪到了烧烤店，1秒钟进入 party 模式，给俩孩子一人发1坨面条1块玉米，自己就跟我爸喝上了。我爸跟他聊中国美食，聊了半小时，铁岭的还没聊完呢。我爸说，那你也聊一聊这个加拿大美食。温迪说，我先干为敬。我爸跟他聊中国古诗词，聊半小时，李白还没聊完呢。说，那温迪你也聊一聊这个加拿大古典文学。温迪，我先干为敬。我说爸呀，你聊点加拿大有的，你净整这个他插不上话的文化遗产，咔咔干，一会儿把这都喝成遗址了都，遗址呢都。那俩孩子陪到12点半呢。我爸说杯中酒啊，喝完温迪就给续上。我爸说这个杯中酒啊，喝完温迪又给续上。温迪续完看向大家，大胖姐说没毛病，杯中酒就是杯中要酒，没毛病。早达说奶奶，杯中酒就是白白的意思。拿铁说反正每次跟温迪一起带孩子吧，其实就主打一个无忧无虑，他跟小孩一样。反正人民日报都说了，321睡饱法则，睡饱就行，乐呵就行。那天晚上我们祖孙3代12点多才录完回家，全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半，连我爸都获得了一份久违的轻松。拿铁陪酒一整晚也不难受，穿的邦宝适，1级帮是真打孔设计，吸湿排热，玩一天都是干爽不闷汗。黑金帮添加了真蚕丝，全包我的，晚上咋睡都不漏。半夜12点多我们才回家嘛。我爸说明天早上早达还得学跳舞。温迪说哥哥放心，我在，就交给我。我们加拿大啥都没有，但是有人。说完就倒了。我爸说有人不多，又少一个，又少一个。这外国人学汉语吧，还真得加点小头，光凭热情容易挨打。大胖媳妇儿因为跟我爸学了一句汉语，觉得学到了就要多用，结果把人家搬家公司给骂了，差点挨顿刑。咋回事呢？俺家最近非常着急要搬家，因为房东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新的买主呢就很着急要装修，就天天劝我们，你们能不能赶紧搬，能不能赶紧搬？为了保证孩子上学方便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小区找的新家，新宅跟故居就隔了3栋楼。你说这距离吧，它但凡远一点，你还能雇个搬家公司用车拉。这俩地方呢，距离不超过35米，就只能找那种收纳公司用小车给你平移搬家。我以为能更便宜呢，就上网找了一种服务叫日式搬家，说都给你分好类，归纳好，你啥也不用操心。说的可好了，而且上门就认出来俺家人了。你不是大胖媳妇吗？我认识你。然后转身评估，报价14000。大胖媳妇一听疯了，问我他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我妈吗？你给温迪14000，他能把北京朝阳区都给你收纳了，这钱花的可太大脑袋了。你赶紧让他走，逼我撵走了收纳公司。大胖媳妇说她坚决要自己搬，此刻就开始运。然后我爸就不让，我爸呢查了万年历，说今天不适宜搬家。大胖媳妇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讲究，就问我爸为什么。我爸说确切的说，人写的是今天诸事不宜。大胖媳妇说什么是诸事？我爸说诸事就是所有事，诸在汉语中指所有，诸事不宜，诸有此类，烽火戏诸侯。大胖媳妇听懂了诸指所有的汉语用法，但并没有懂背后的习俗。同城购物买了一个超市的购物车，晚上天一摸黑就开始自己搬。趁我爸不注意，他把小的东西都放购物车里，在地下车库搬了10多趟，但是发现大件他确实搬不动，然后自己联系某搬大件的公司，约了3个师傅帮他过来搬床什么的大家具。我爸都快睡觉了，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丈人你起来，人家来搬床了。我爸说谁来了？大胖媳妇说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谁来了？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干什么？我爸莫名其妙被他薅起来陪猪一起搬家。我说你用我爸可以，但马上过年了，得犒劳老爷子。他血糖不稳，忌口会营养不均，你送一堆不如送一杯伊利新活舒糖奶粉。这一杯富含16种营养，低 GI 零蔗糖，葛根黄净之类中式养生食材，适合要控糖的中老年。这叫送的贵不如送的对。人小区都有认识我们的，非常尴尬。我爸就陪着大胖媳妇连着孩子就这么一趟一趟搬的。然后我爸对今天搬家这事儿呢，就还是不是很舒服。路上就跟大胖媳妇叨叨，就不应该今天搬。大胖媳妇呢有她的小心机，她就生怕我万一脑袋进水，同意哪个收纳公司了呢，花那大脑袋钱，所以就想赶紧把这活干完，让日式收纳无机可乘。我爸呢就老在他旁边阻挠。大胖媳妇一个着急，把我爸放车里。我爸还说呢，根本不差这一天，你咋不听话呢？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大胖媳妇想起来，想制服他老丈人，让他别说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招了，上来把我爸又亲一口，强吻，跟我爸说，你说的这些猪听不懂，猪听不懂。今天 already 搬完一半了， no matter 你说啥，12点之前我要把猪搬完，我要把猪搬完。